2014年2月，一位28岁的重庆姑娘名叫罗同恩，在泰国旅行时偶遇了20岁的伊朗男孩小贝，两人初次见面便坠入爱河，仅仅相处了1周的时间，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2个月之后，他俩瞒着双方的父母，偷偷去领了结婚证。结婚后没过多久，小贝却突然抛下妻子，不辞而别，前往伊朗服兵役。伊朗服兵役可不像中国，那可是真得上战场的。留在重庆的罗同恩独自生下了混血儿子，如今距离他们领证已经过去11年了，这段跨国婚姻还健在吗？大家好，我是南风，今天带大家去看看他们的故事。1986年，罗同恩出生在山城重庆，他的父母是做生意的，他是家里唯一的孩子。身为独生女，罗同恩备受宠爱，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罗同恩长成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此时的她和许多重庆女孩一样，性格直爽，脾气火辣。临近毕业的时候，罗同恩恋爱了，对方是她的学长。恋爱的开端总是甜蜜美好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的浓情蜜意开始退却。因为性格不合的缘故，两人分了手。男友离去后，罗同恩陷入了痛苦。她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是睡觉就是上网。最终，她打算用旅行治疗情伤。2014年2月，罗同恩迎来了人生第一次的异国之旅。她去的地方是泰国的曼谷。站在人声鼎沸的机场大厅，看着来来往往的外国人，她不禁感叹自己的疯狂。不过既来之则安之，抛却疑虑，罗同恩又变得兴致勃勃。之后的几天里，罗同恩在当地的各个景点转悠。一次闲逛中，他突然在街道拐角看到一扇厚重的木门，怀着好奇的心情，罗同恩推开了它。这是一间极具复古感和情景感的酒吧。就在罗同恩四处打量的时候，一个人闯进他的视线，那是一个长相十分出众的男人。罗同恩注视着他，心中不禁发出感叹，这也太帅了。在对方美貌的冲击下，罗同恩鬼使神差地走向了对方，这也就是典型的恋爱脑了。接着两人便有了初次的相识。他名叫小贝，比罗同恩小了整整8岁。他是伊朗人，家里是做木材生意的，他是来旅游的。虽然不是同一个国家的人，但他们却相谈甚欢。在交谈中，罗同恩得知小贝对中国很感兴趣，所以他给对方讲述中国的美食、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旅游胜地，小贝也听得如痴如醉。聊得多了，单身的两人竟然对彼此产生了莫名的好感。临别之际，他们交换了彼此的联系方式。小贝还向罗同恩发出了旅行邀请。在之后的1周时间里，罗同恩和小贝一起待在苏梅岛。有时他们在海滩的帐篷餐厅里共进晚餐，有时骑着租来的摩托车去海边，等待太阳从海平面渐渐升起，有时躺在椰子树的吊床上，吹着徐徐的海风，看潮起潮落。在此期间，小贝向罗同恩表白了，直白的语言蕴含着火热的感情。不仅如此，他还告诉罗同恩想要和他结婚。罗同恩被吓到了，虽然在这几天的相处中，他已经爱上了小贝，但是说结婚的事情实在太早。不过他并没有拒绝对方，他说如果到了重庆后，小贝还坚持之前的看法，他就同意结婚。两人互诉衷肠后，就成为了男女朋友。此时距他们相识仅仅过了7天。苏梅岛之旅结束后，小贝随女友去了重庆。来到重庆后，罗同恩带着男友四处逛，看美景，吃美食。小贝不能吃辣，可是看着女友脸上的兴致勃勃，他便尝试辛辣的食物。他还告诉罗同恩，只要愿意和他在一起，自己愿意一辈子吃辣。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却打动了罗同恩的心。此刻他竟然有了相守一生的想法。2014年4月，担心父母不同意，罗同恩和小贝偷偷领了结婚证。此时距他们相识仅过了2个月。就在罗同恩思索如何将成婚的事情告诉父母的时候，小贝突然告诉他自己要去服兵役了。罗同恩的脑海一片空白，回过神的时候，眼泪就掉下来了。小贝没想到罗同恩哭了，他顿时慌了神，接着手忙脚乱地替妻子擦拭眼泪。
与此同时，他向对方许下承诺，只要服完兵役，他就立刻动身去重庆找他，只要对方愿意等他。事到如今，罗同恩只能强忍心痛，点头同意。小贝离开之后，罗同恩郁郁寡欢。他最高兴的时光是与小贝通视频的时候。日子一天天过去，在此期间，他重拾幼时的喜好，裁剪缝制服装。他打算设计服装，然后进行成衣加工。可是一个消息的到来打破了所有的计划。罗同恩在体检中被医生告知有了孩子。初次听到这个消息，罗同恩有些不知所措，也有些茫然。最终，他决定留下这个孩子。与此同时，父母也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正如罗同恩所预料的那样，父母非常生气。一向倔强的罗同恩第一次向父母低头服软，他恳求父母让他留下这个孩子。看着罗同恩日渐消瘦的脸庞，父母最终还是心软妥协了。对罗同恩来说，这是一段非常煎熬的日子。然而，罗同恩真正难熬的日子还在后头，因为怀孕，她时常感到恶心，还会呕吐。肚子一天天变大，行动也变得不方便起来，喜欢的东西都顾不上了。罗同恩为了孩子真是吃了不少苦，特别是每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别人的老婆都有老公陪着，就她不是自己一个人，就是妈妈陪着。看着别人都是成双成对的，她变得格外敏感与脆弱。可是想到远在异国的恋人，她的心中又升起无限的勇气。2015年2月，罗同恩生下一个混血儿子，取名罗阿峰兰。孩子的出生让罗同恩更加思念丈夫。孩子出生后，母亲帮着带，所以罗同恩因此拥有了大把的闲暇时光。就在这个时候，她心里又萌生了设计亲子装的念头。她这个人啊，说干就干，行动力超强。没过多久，她就创立了自己的亲子服装品牌。2016年，在罗同恩的殷切盼望中，小贝终于服完了兵役。此时，距离他们分开已经整整2年了。很快，小贝却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大麻烦，那就是儿子对他非常排斥。因为太陌生了，只要小贝一抱他，或者想亲亲他，儿子就哭得撕心裂肺，这让小贝感到十分挫败。然而，罗同恩却给予他鼓励。为了重新赢得儿子的信任，小贝再次承担起作为父亲的责任，陪伴儿子一起用餐，陪伴儿子一同散步。就在这个时候，罗同恩正专注于自己的服装事业，小贝则在家中照料儿子。1个月的时间过去了，父子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亲密。父子关系得以改善，小贝也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毕竟，身为丈夫，长期待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儿。所以在和妻子商议后，他们打算一起做服装生意。罗同恩负责设计打版，小贝负责拓展维护客户，儿子则由罗同恩的母亲带。此时，小贝的岳父岳母已经打心底里接纳了他，生活慢慢步入了正轨。但罗同恩和小贝之间却开始闹起了别扭。他俩吵得最凶的一次，是因为几张照片引起的。那次两口子一块去看电影，当时小贝手里正抱着一桶爆米花，他把手机递给了妻子。就在这个时刻，手机屏幕突然亮了起来，紧接着微信一下子涌进来10几条消息。罗同恩点开微信一看，发现发过来的全是小贝和那位女客户在一块的照片。罗同恩顿时火冒三丈，她立马质问自己的丈夫，毕竟在她眼里，照片里2个人勾肩搭背的举止实在是太过亲密了。面对妻子的怒火，小贝感到很委屈。他解释道，我只是用手臂揽住他，只是为了在拍照的时候显得关系更亲近、更自然一点。我只是想表达我的友好和善意。可是罗同恩却告诉小贝，在中国，已婚的异性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2人因为这件事争执了很长时间。小贝觉得妻子不信任自己，这让他心里很难受。由于文化差异的碰撞，2人还有其他方面的争执。不过总的来说，他们的婚姻之路还算顺畅，毕竟他们的心是在一起的。2016年7月，他们一家人参加了重庆商报爱娃帮推出的水上亲子活动。之所以参加这次的活动，是为了儿子，夫妻2个希望儿子增长见识，能够融入大家。2018年，罗同恩受到中央电视台4套《中华情》的节目邀请，
录制现场，罗同恩向大家讲述了自己和丈夫相识相恋的经过。录制快要结束的时候，主持人突然开口问道：“今天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小贝有没有给妻子准备什么礼物呢？”小贝脸上露出了腼腆的笑容，然后点了点头。与此同时，他让妻子闭上眼睛。就在罗同恩再次闭上眼睛的时候，一束火红的玫瑰花突然出现在他眼前，紧接着一个深深的吻轻轻印在他的额头上，现场顿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欢呼声。罗同恩手里捧着那束花，深情地说道：“虽然小贝比我小了整整8岁，但他却比我成熟稳重得多。每次我急躁或者乱发脾气的时候，他都会温柔地包容我，我由衷地感谢他，否则我们的婚姻难以维系如此长久。”2020年，怀着分享的初心，罗同恩在社交平台上创建了个人账号，视频内容不仅展示了日常生活，还记录了他儿子的成长点滴。与此同时，他还将一家3口的温馨合照设置为置顶内容。当时罗同恩已经36岁了，他的儿子也7岁了，不仅是一个小学生，还是一个童模。当然，罗同恩和小贝的婚姻依旧是幸福的。每年生日，小贝都给妻子准备惊喜。每次提起初识，罗同恩心里满是庆幸。他感慨道：“多亏了那次旅行，才让他遇见了这么体贴的丈夫。”至于小贝，已经完全适应了重庆的生活节奏。不仅如此，他还深深爱上了当地的特色美食。所以，最近那几年，他也慢慢开始尝试吃辣了。夫妻俩虽然因为疫情已经很久没去看望小贝的父母了，但也会经常通过视频通话联系。昨天的内容介绍了伊朗的各方面，那今天后半段内容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有趣的伊朗历史。要说伊朗，这也是个让人难以理解的抽象国度。你说它穷，人家石油储量全球第3；你说它富，它全国又有1半以上的贫困人口；你说它落后，人家又能自己造战斗机，还能发射卫星。但你说它先进，它又3天2头给你停个电，连他们的女性出门，那都得先裹个头巾再说，甚至奥运会上的女运动员露个腿，都得被他们打上马赛克。而且这个国家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他们在国家层面上呢，确实非常保守，宗教氛围也非常重，但具体到个人呢，则又非常世俗。你别看他们的姑娘个个都穿着大黑袍子，实际上他们的思想是非常开放的。最抽象的一点是，你别看伊朗现在天天跟老美对着干，但他们的政权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势力派别那是错综复杂。包括他们的老百姓，那是非常向往美国、向往西方的生活的。总之，现在的伊朗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综合体。伊朗，咱们过去呢称呼它为波斯，没错，就是那个在电影《300勇士》里被斯巴达猛男硬刚的那个庞大帝国。当然，电影那是西方人的视角，把波斯王薛西斯黑得跟个穿孔艺术家似的。实际上，当年的波斯帝国那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亚非欧3大洲的超级帝国，比咱们的秦始皇统一6国还早了300多年。那时候的中国还处于春秋战国时期，咱这边的诸侯们还在为1亩3分地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人家的波斯大帝居鲁士已经把地盘从印度河延伸到地中海了，连古埃及、古巴比伦都给照单全收了。还建立了一套高效的管理体系，主张宗教自由，善待被征服的民族。这就好比秦始皇统一6国，不但没搞焚书坑儒，反而跟6国的老百姓说：“哥们儿，别怕，以后大家信啥教都行，该咋过咋过，只要按时交税就行了。”到了后来，大流士1世上位，他更是把波斯帝国推向了巅峰，国土面积将近700万平方公里。要是放现在的地图上，能把一堆斯坦国和中东小霸王全给打包进去。说它是中东版的大秦帝国，那都算是谦虚的了。当时的波斯帝国有多牛呢？他修了一条贯穿全国的皇家大道，全长2000多公里，信使跑完全程也只需要1个礼拜。在军事上，波斯帝国建立了当时最强大的战争机器——万人不死军。
这支精锐部队始终保持1万人的规模，而且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在文明程度上面，波斯人发明了独特的拜火教，金庸迷们肯定不陌生。《倚天屠龙记》里的明教原型就是这个拜火教，所以说张无忌练的那些神功搞不好还带着一股波斯味。不过呢，再牛的帝国它也有打盹的时候。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横空出世，他带着他的马其顿军团一路横冲直撞，直接就把强大的波斯帝国给灭了。不过这马其顿王国也是个短命鬼，亚历山大死后也就差不多到头了。没过多久，这波斯人就又支棱起来了，还建立了安息王朝和萨珊王朝，也就是所谓的波斯第2帝国。咱的史书里提到的安息就是这帮家伙。这萨珊王朝呢，跟咱们的唐朝差不多，是同时代的好哥们儿，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伙伴。而在萨珊王朝的西边，还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家伙，那就是罗马帝国东罗马。这俩人为了中东这地的控制权死磕了好几百年，打的那叫一个天昏地暗。不过谁也没能把谁彻底干趴下，有点像咱当年的大宋和辽国，俩人菜鸡互啄，谁也奈何不了谁。结果就在这俩打得筋疲力尽的时候，一股来自阿拉伯沙漠的泥石流异军突起，也就是阿拉伯帝国。这帮骑着骆驼的猛男那是战斗力爆表，一出来就跟开了挂似的，3下5除2，一顿猛冲，直接就把这2大帝国全给收拾了。而波斯也又一次被灭了国。而且这帮老哥不仅打架厉害，还发明了一种传播很快的东西，那就是伊斯兰教。显而易见的是，波斯人无一幸免，全都被迫改信伊斯兰教了。但是呢，波斯人也并没有完全阿拉伯化，反而把波斯文化融入了伊斯兰教，形成了独特的什叶派，并保留了自己的波斯语和民族认同。也就是这个决定，造就了后来伊朗在什叶派的大哥地位。但这些头顶白布的人也没在伊朗高原统治多久，到公元9世纪就碎了一地。接下来的几百年呢，波斯这地也没消停过，前后被突厥人、蒙古人轮番统治。直到16世纪，萨菲王朝的崛起才算是把波斯人自己的政权给再次建立起来，史称波斯第3帝国，并且正式把什叶派立为国教。这也算得上是现代伊朗的一个开端。但这个时候的波斯早已不复当年之勇了，版图也大大缩水。到了近代，这伊朗的命运也跟咱大清朝一样，成了列强眼里的唐僧肉。首先杀进伊朗的是来自北边的沙俄，这俄国历来都有视土如命的尿性，谁挨着他，不是被生吞就是被活扒。这南边的英国人一看，不行，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吃独食呢？于是这英国人也开始进场。但这英国人吃相更难看，进场白嫖的同时还逼迫伊朗承认阿富汗的独立。更气人的是，后来在伊朗发现了石油，这下更热闹了。英俄两国直接把伊朗给瓜分了，北方归俄国，南方归英国，中间就只留了个缓冲区，还美其名曰势力范围。而转机呢，出现在20世纪初，一个叫李萨汗的军官发动了政变，建立了巴列维王朝，差不多相当于伊朗的民国时期。这位李萨汗呢，算是个伊朗版的袁世凯吧，有点手腕，也有点野心。他一上台就想摆脱英俄的控制，还搞起了现代化改革，比如女人出门不用戴面纱了，还恢复了国家的独立自主。二战爆发后，他看德国纳粹势头猛，就跟希特勒眉来眼去，还暗送秋波，想着找个新大哥罩着自己。结果大哥没找着，反倒是自己被迫退位，流亡海外。这之后呢，他的儿子小巴列维被扶上了台。这位小巴列维国王呢，比他爹更加崇尚西方。他先是抱住了美国这条大腿，然后又继续推行他爹的世俗化改革。他是铁了心要把伊朗变成一个西方式的现代化国家。就那段时间的伊朗，表面那叫一个光鲜亮丽，德黑兰的街头随处可见迷你裙、大波浪，各种酒吧夜总会，俨然一个中东小巴黎。那时候的伊朗也是中东最富裕、最开放的国家之一。但是呢，这种繁华光鲜的背后，却也隐藏了巨大的危机。
为啥呢？因为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制西化本身就不科学。首先，他一方面疯狂引进西方文化，一方面又搞独裁统治，还用他那个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萨瓦克镇压异己。只要被这帮家伙盯上，那下场一般都会很惨。包括那些女政治犯们，那是经常遭受他们的暴力羞辱，比如轮活体审讯等等，搞得老百姓是民不聊生，人人自危。其次呢，巨大的石油财富也并没有惠及所有老百姓，贫富差距大得吓人。国王和权贵们穷奢极欲，底层民众呢，却连吃饱饭都成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种一步到位的西化，对很多保守民众来说，一时是很难接受的。你让一个信了一辈子教的老大爷去看他的孙女穿着比基尼在街上晃悠，你说他心里能舒服吗？肯定不舒服。所以啊，这时候的伊朗社会其实就像一个压力巨大的高压锅，气已经顶到头了，就差个接盖子的人了。1979年，这个接盖子的人回来了，他就是流亡海外多年的宗教领袖霍梅尼。这位老爷子振臂一呼，无论是穷人、学生还是商人，那都走上街头，要求他们的国王下台。最终，巴列维国王仓皇出逃，霍梅尼呢，在一片欢呼声中返回伊朗，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霍梅尼一上台，就把之前的一切都给推倒重来了。中东小巴黎变成了神权共和国，迷你裙换成了黑长袍，连可口可乐也变成了反美口号，酒吧也关了门。曾经的好大哥美国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大撒旦，还搞出了震惊世界的人质危机事件，扣押了52名美国人质长达444天之久。就这件事让伊美两国的关系彻底破裂，伊朗也彻底开启了与西方世界的硬刚之路，还喊出了那句著名口号：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这之后，伊朗也给自己定了一个新的人设，就是中东抵抗轴心的总舵主。他高举反美反以色列的大旗，把自己看作是中东世界的老大，什叶派的保护神。为了扩大影响力呢，伊朗开始支持各种武装组织，比如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以及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等等，还联合建立起了一个以伊朗为核心的抵抗之湖，让他的老对手沙特和以色列那是如芒在背，也让美国在中东的布局处处受制。当然了，要当这个总舵主也是要付出代价的，特别是面对美国这个小气鬼的时候。你想搞经济，他就把你踢出贸易体系；你想卖石油，他就限制你的出口；你想搞核武呢，他就把你的科学家给全嘎了，还顺手把你的核设施给炸了。总之就是各种使绊子。所以啊，现在的伊朗也基本就是一个夹缝求生存的状态了。不过呢，在这种强敌环视、制裁重压之下，这伊朗还能保持国家的独立和尊严，其实就已经很难得了。至于未来这头波斯雄狮能不能崛起，就看他的选择和造化了。好了，关于伊朗这个国家呢，咱就先聊这么多了。我是南风，我们下期见。